当你不会打狙，然后又被卷到航站楼这张地图的时候，不要慌，你就认准那么一句话：谁选谁 C。通常秒选航站楼都是觉得自己狙准得不得了的人。第一回合你就让他们发挥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帮他们打下手。比如说，我就把飞机盯着就完了，飞机头顶这边埋个 C4，然后我们下去，然后悄咪咪的在飞机头下面蹲着。这样的话，一个人就能看到飞机头和飞机下面。飞机那个过道进飞机，它不是有一个间隙嘛？就往前站一点，那个位置一闪而过的时候，直接捏 C4 绝对能炸得到的。对面只要不冲壁，其实这你的事儿其实挺少的。第一件事，有人进飞机之后捏 C4；第二件事就是防止别人跳飞机。A 包明显就有点顶不住了，得去支援他。一看两个红脸已经到 A 包了，那个人肯定救不了了。从这儿过的话会被别人枪口架，我们直接上锅炉房，但是要看中间啊，小心中间有人。没人我们就进去，队友还没到，那么就先趴下，看看有没有人来看我们。别忘了队友不是秒选航站楼嘛，让他们先抽呗。包点一个，稍微看一下图书馆，图书馆没人，然后就可以弹道具了。丢完道具，我们不可能从门口出的，我们直接从这儿翻到台子上面，高打低才是王道的。掉下来了，准备上去补枪，不过还好队友补了，然后准备拆包。一看时间还够，那包就给他们了。队伍大腿要是愿意发力，那让个包有多大事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他还跟我说感谢呢，有人发力能躺则躺。如果你不喜欢蹲飞机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起老奶奶狙，然后在这个位置架着。上一回合就是架了一整局，压根没人来。这个放过去了就不用管了，因为我们右手有队友，然后我们继续架这个出口，一人抽一个，这不是又躺了？如果队友没打过的话，那就直接趴下，等别人靠近了，直接手枪崩他就好了。队友发力继续躺呗，又不是你 C， 你有什么心理压力呢？是不是？队友厉害，继续打下手。捷报传来，看样子 A 点又要出事了。杀掉一个100分到手，还有一个，可惜差一点，不然就200多分到账了。像我这掉的还算慢的，我一掉队友变成1打4，这种逆风开局压力都会传导到最后一个人身上的。你只要不处理残局，你哪有什么压力呢？对不对？当然，我这个观点只针对这个航站楼这个屌图啊，分段稍微高一点，你不打狙是没活路的。其他的图压力倒是没这么大。换到进攻方之后呢，就看各位有什么好的破点思路可以用。比如说，我喜欢用喷子冲飞机，很多人都喜欢在飞机头摆星探雷啊，或者说半雷之类的。我带个意念接，我可以悄无声息的摸过去。中间过来一个人，准备干他。切点一喷，打了26的伤害，这比其他枪没对过枪数来说。镜头一切，瞬间1打5。操作的确很帅，不过队伍里发力的好像就那么1-2个人。上一波飞机没进去，这一波继续。这要是一枪喷死了，这个 C4 炸不了我，可惜没打死，被人一下咧出来了，这属于运气问题，这没办法了。同时一个摔炮还炸了俩，得残局又来了。当然也不出意外的记了。对面既然不摆星探雷的话，那我们可以考虑加针，因为他丢防爆然后贴 C4 都是要时间的。262的心情不好，我不就不信腰射枪他心情还不好啦？有本事这53发一个人都杀不死，还是他进步直接进。我让你捏 C4， 趁他没反应过来，直接到锅炉房准备支援 A 点。不过看样子 A 点好像打下来了，4打1，我们回头检查一下飞机，防止飞机下面的人发现飞机掉了，然后就回来排飞机的。看到地图红点在 A 大，那么就跑过去支援，看看能不能拖个屁股。这已经冲到中间了，这个背身应该是偷不到的。不过问题不大，队友能打穿就行。像4比3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艰难就来了，一旦输一局，那就成4比4决胜局了。我宁可0-5被点压，我也不愿意打4比4，差一点就赢了那种感觉，可太难受了。再次相信一手262，中间没过来人，等一下，完了，天崩开局。这时候不能进飞机了，因为新飞机包一旦掉家里就废了。但是我们可以考虑把飞机的人处理掉，干掉了，回去支援队友。这边过还是滑铲，小心锅炉房。中间8台 C4 响了，我们来帮忙队友看屁股，等一下。好，2打1，直接呼叫队友去 B 点。又有一个星探雷的声音，不知道是队友放的还是说是谁放的，但是不管他，直接过去
我们探点啊，楼梯上来的位置可以摆一个万雷，他想要过的话一定得打，不一定要非要绊到他，拿到信息就可以了。封烟让队友下包血，手上捏着喷子最好的还是蹲在机头，因为机头随时能跑，同时架中间也挺近，直接转移。来到机头别忘了蹲下，小心被别人抽了。也可以考虑蹲起，然后收集信息，中间摆信探雷的，我们只需要管加你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就等最后一个人过来了，飞机尾想 C4 了，最后一个人确定在机尾，不过拖时间。机尾踩了信探雷，10秒钟我们可以去抓他了，他拆不了包的，干掉我跑过去都时间都不够的。这种人头分该吃还是得吃的，这混着混着又 C 起来了。不建议大家选航2楼，除非你有1打9的能力。你会打局，队友不会呀，是不是？有雷溜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